我今天在 FB 上面刚好看到有人在卖云霄塔纽扣，因为价格很便宜，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就下单买2盘。记得2年前有一位鱼友就问我，他说：“阿公，你鱼缸纽扣长得很好又很快，要不要考虑来繁殖云霄塔？”他现在很夯，有水族馆在炒作，一头大约2000。后来我并没有买。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把握，养鱼也是一个消遣跟兴趣，我不想把自己搞到这么复杂，所以就没有冲动的买。结果现在这个纽扣竟然降到4头到5头，才200块，那当然非买不可喽，因为它实在是很美很美。平常我很少在网络上购买珊瑚，我比较喜欢看实体店面，喜欢就可以直接下手。这次的珊瑚网购距离我上一次应该有1年半，然后它价格又不贵，就想说试试看吧。因为珊瑚寄送我有过失败的经验，实在是没有什么信心。一般今天寄送明天到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碰到隔天没有到，那就凶多吉少，尤其是夏天。结果果然越怕越中奖，我的云霄塔隔天没有到，打电话问卖家，卖家说宅配说年假接近，所以不给他压到货的时间。哇，那就表示什么时候到就要看宅配作业的方便了。还好第3天收到，因为是冬天，纽扣又是最耐的，所以到货的时候看起来并没有问题。它如果是米粉的话，大概就会了。那我经过简单的检疫之后，就开始处理它。一般当你买回来这样的纽扣，在基座上，通常你会再加工吗？还是直接就粘在石头旁边？我是不会这样做，我会先在这个纽扣的边缘再加1圈珊瑚骨，将它加大。这就是我所谓的处理，就是我想让它成长成一整片，这样的方式会让纽扣往旁边长的速度会更快。因为我的经验是珊瑚骨凹凸不平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总是比平整的基座繁殖的速度会更快一些。上次我不是把纽扣山整个重整了吗？后来这个纽扣山的位置就变成这样，一小块一小块的珊瑚骨，放1种珊瑚，等它们长满整片，要剪下来继续繁殖，变得很方便。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纽扣明明品种一样，比如说这个温和爵士，比较弱光区的拉很长，光线够的地方都是短短的密集的长在一起。通常大家都会说啊，就光线啊，这里没有光，所以拉很长，很强的光的它就趴在一起。因为大部分的纽扣是需要中强光的，光照不足它就会拉高。你不觉得纽扣拉长很丑吗？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你会发现，我们不要说特定会拉长的品种好，就是同一种品种，你单独的养在一起，它们就会很密合的摊在一起成长。像这个美国喷点，全部都是同种类的时候，它们就会很整齐的趴在一起。但如果你拿来做纽扣拼盘，那它们就会互相竞争生存权。有一些就会故意伸得很长，开得很大，就是要跟旁边不同的品种的纽扣来竞争消灭对方。这样你懂意思了吗？其实纽扣真的是一个色彩缤纷、价格便宜的珊瑚，只要运用得当，不见得会输给其他珊瑚。所以你想让纽扣怎么长，其实都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。